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网文里边有一个独特的流派，当然现在有点过时了，就所谓的灵气复苏流。很多朋友可能都看过啊，天地遭受异变，虫洞开启啊，世界奔涌着这个变异的野兽，病毒爆发，丧尸来袭。在这个末日的时代，主角就来了。当然了，必须伴随着灵气的恢复。一吞吐，灵气来了，是吧？当然离不开一个金手指，更离不开一个外挂或者系统。在这个异世界中啊，有了灵气，有了系统，直到你修炼，直到大神是吧？现在啊，看起来 LK99 就是这么一个金手指或者外挂，它开启了一个不经意的盒子，让很多的这些炼丹师们找到了新的方向。你看现在各路大神啊，炼丹都很忙。牛剑啊，还有我们最近跟踪的叫瑞，还有真可爱呆啊，可能他们都在练自己的丹。实际上呢，炼丹啊，都还是比较有成效的啊，它绝对不是民科啊，他们都是科研的中坚力量啊，非常年轻，有思路。那现在其实我们昨天讲的那个北大的论文里边啊，这个北大论文第一篇就是最后边，其实就有两个视频连接，大家看到了吗？昨天我们讲过，北大呢实际上做了4个 sample 是吧？4个样品 S2 和 S3 它是能半悬浮的。那么他们呢就把他们半悬浮的这个视频呢链接放到了论文的后边啊，在 V2 版本后边也有这个链接，是一样的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北大吧好像是有点他们炼丹吧是总有羞耻感，不愿意放在社交平台上是吧？我们看到北大的 S2 的这个视频，这是北大 S2它这个所谓半悬浮的这么一个视频啊，所以北大的问题啊，这还是比较大的。它怎么总有这个羞耻感呢？你这个长衫怎么就这么难脱掉啊？是吧？开个玩笑啊，科普啊是有功的啊，总比说让老百姓天天哼这个靠山调要强吧，对吧？这是 S2 的视频啊，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 S3， 这是 S3， 下边是永磁体，上边呢上面搁了一层应该是硫酸纸吧。再往下呢就是这个磁铁，可以看到这是他们做的这个悬浮半悬浮的这个实验。这是北大的论文后边我们昨天精读的那篇论文，他们给的视频连接在北大的 Instruct 在他们的实验室的这个多媒体平台上放的啊。这是北大炼丹的一个成果。那实际上啊，当然不光北大有成果了，后边啊，这个牛剑啊，他们也有不少成果。我们看一下牛剑的这个成果。牛剑呢更新了一个新的视频，我们先看它第一条视频。第一条视频呢应该是就是刚从炉子里出来，这个磁铁在下边在旋，也能跟着动是吧？这就是丹呐。看它第二个视频，第二个视频就很有意思了。看到，这挑出来了，下边那块隐隐约约的是一块永磁体，看到了吧？这个东西呢是半悬浮，甚至是有点所谓闪跳的那个状态。这是牛顿的烈焰激光剑和那位你简称牛剑渣吧，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看到了吧？是有闪跳的哈，磁铁在动，它也跟着动，但没有完全的就倒伏吸在磁铁上边。这是牛剑的。那还有一位就是最近跟踪的叫 Ray 3 LZY 吧，好像是叫啊。那这位这个在哔哩哔哩上啊，他也上传了自己的炼丹的结果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可以看到啊，在这个永磁体上，特别的有点像磁通钉扎那种现象。实际上呢，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看看。那它的第二个视频是这样的，是挑出来一块比较大的，这是我们给它放大之后的，可以看到啊，有一个点支着在磁体上倒立。再看它第三个视频，第三个视频呢，就是它另外一块样品，这是用一个非金属的东西在触碰它啊，它也是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或者两个支点，在支着它，然后呢，它呈现这么一个，你说站立还是半悬浮的这么个状态，对吧？这是各路大神啊炼丹啊，可以说是初有成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呢，就是
现在啊，这些真正的搞研究的人，他们在后边啊还在钻研呢。那实际上，包括牛剑的这个成品出来之后啊，罗老师呢也给了一个评述，并且说呢可以转发啊。所以我们今天就讲一讲罗老师的这个评论在群里边。那罗老师啊，在牛顿的烈焰激光剑里边吧，也是就是详细评论了牛剑的今天的成果。那么他说是可以转载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说呢，经过漫长的等待牛剑渣在原自由配方的基础上呢，在排除铁元素和 X 元素的引入可能后的第二炉样品，在今天凌晨出炉，采用磁铁筛选，发现大量有磁性反应的小颗粒移动磁体，大量小颗粒出现了类似可爱呆移动磁体时呈现的那种快银闪跳行为。那以往报告已对移动磁体产生快银闪跳的行为做了解释，这就意味着牛剑渣的支线的悬浮样品具有可重复性，这种工艺上稳定性高的特点。那悬浮现象呢，已经从偶然性孤案向可重复的必然结果转变。这些进一步让我们撰写相关论文和专利的信心倍增以建议牛剑渣筛选样品的时候呢，进行各种悬浮视频的展示，欢迎大家鉴赏。虽然在悬浮效果排行榜上，牛剑渣样品已经入不了前3，但在悬浮样品的工艺可重复性上，牛剑渣支线依然是仅次于 LK99 主线的存在。那在专利方面呢，牛剑渣样品属于广义的 LK99 材料范围但是主成分呢不是铅、铜、磷这3种元素呢已经视为微量的掺杂。其含有不止一种在 LK 专利元素范围以外的元素，由于主元素成分多达7到8种，元素价态也和 LK99 有区别，需要修改 LK99 的广义类框架化学表达式，这也是该成分有破局 LK99 专利可能的关键。当然最终需要看中国知识产权局对其创新性的判定。牛剑渣的专利申请呢，已经在征得他导师同意后应该可以启动了。第3就是罗老师对于存在室温超导相的内心确认概率已经超过了 95%。那 5% 哪儿去了呢？那 5% 他自己比较谦虚，他说我毕竟不是专门搞超导的，这存在知识盲区的可能。那这里边他觉得他有信心大概猜出来 LK99 的 know how 了再个第4点呢，他说呢，可爱呆昨天呢加入了牛剑渣的抖音群，我在群里呢进一步了解了可爱呆重复试验失败的一些细节和废渣圣手在可爱呆样品的垃圾堆里怎么发现新大陆的。就是有一个网友呢把这个可爱呆的这个废品呢拿到这个再筛选，发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那这里边呢，其实在牛剑渣第2炉样品出炉前的凌晨，我从对比分析中大致猜出了 LK99 的 know how。 基于我对这个 know how 的理解呢，我预判牛剑渣目前的炼丹方法只能得到有特异磁性的小样品，牛剑渣的第2炉样品呢不会出现具有特异磁性的大块样品。那得到了牛剑渣的反馈呢，确实如此有磁性反应的依然是小颗粒样品。但鉴于解释这个问题呢，需要揭秘牛剑渣的自有配方，我还是等牛剑渣的论文和专利后再详解这个问题。这个关键点也决定了，如果要得到超导相比例高的这个大块样品，以我对各种材料工艺的认知，目前我想不出除了薄膜化还有什么办法能做到。但薄膜化的奥义不在于薄膜化工艺本身，而在于只有薄膜化才能放大形成特异磁性或者大概率可能的超导相的关键因素。这也是这类材料为什么叫一维超导的核心点。你不能用传统超导体的现象判定去对标 LK99 类，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传统的理论往上套是不对的。因此这个虽然牛剑渣样品和 LK99 成分差异巨大，但我基于牛剑渣现有的工作结合多方的炼丹经验，我认为 LK99 的薄膜超导数据的可信度很高，或者说数据真实性概率是很高的。至于为什么那么多专业机构无法复现，我认为其实那是因为
那个关键点，专业机构呢，由于职业科研人员的思维惯性，会被 LK 和金教授流传出来的一些说法呢给误导了。当然，韩国人的话纯度不够，本质上也没有错，但越专业的人越容易被这个说法带入歧途。这就是 LK99 啊，在复现过程中，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复现不出来，测试结果五花八门，但门外汉们却屡屡得手，不断刷新复现效果榜。有群友啊，希望我对更多的炼丹师给点参考建议。我的建议是，既然是炼丹嘛，你就得多读读《道德经》，水满则溢，月盈而亏。这东西啊，能呈现悬浮效果，本来就不是靠相纯，你一定要追求至纯，就反其道而行之了。这段估计又有人拿来当我的民科证据。这里边其实没有玄学，本质上还是科学。我会在牛建渣专利论文后点破这个点，会给专业学术界的水论文的海量空间，所以专业人士不要着急，耐心等一等。我们不是打大家饭碗的，我们是给大家造饭碗的。最后说可转载啊，可标记为导啊，这是我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啊念了念这个罗老师啊在牛建渣的这个抖音群里边啊这么一个长的发言，可以看出来啊，这个罗老师啊对这个科导呢是充满了信心，并且他个人呢也是啊非常积极的对啊不同的这个复现啊都做了啊认真的判定。那这里边啊其实呢我也有自己的疑问啊。刚才罗老师讲的这个呢和我们之前看的论文里边很多的认知呢其实差别不大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存在稍微的超导向，但是弄不出来。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可悬浮半悬浮，实际上呢我觉得还是和我们之前看的那篇论文啊，就是中山大学陈彦聪博士那篇论文都可以解释，其实不是超导，就是铁磁性抗磁性的东西也可以解释你为什么站立。那前两天我们讲过这篇论文啊，这篇论文其实很有意思，是吧？这篇论文里边呢，就是在磁铁上放一个奇形怪状的打破的永磁体，看它站立啊，看它怎么样的。那实际上这里边呢，就这个 example 5.1啊，就是这个实验呢，它就是讨论了所谓的半悬浮现象，并非真正的悬浮。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有点支撑的是吧？包括我们看 Ray 3他的这个视频，你看，就这个视频里边实际上是有一个小点支撑的，所以这个视频呢，其实它超导不超导已经不关键了，它可以用这个铁磁性的这个论文啊来解释。那这篇论文呢，你看它这个文章啊，就通过一个小的硬磁铁块上放一个大的放在一个大的磁铁表面进行实验。那小的这个硬磁铁块呢会被吸引到大磁铁表面中间的位置，但是呢，由于大磁铁表面的这个磁场啊，它不均匀分布，对吧？那磁场的扭矩呢会使小磁铁立起来，使其一个角点与表面接触。你看，这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吗？一个角点与这个接触，对吧？那么这个论文里边还讲啊，就是这种你手动你改一下，它很有可能呢动一下，它会回到它原来这个状态啊，抬起的角度。这里边就是这个角上的这个小图啊，我们放大一下给大家看。上次有讲过，就这个例句图就是很有意思的啊。当然，它现在是做了个简化图啊，因为 LK99 的样品中是非常复杂的，可不是简单的 N 级和 S 级。那么这个文章实际上它说出来这个半悬浮啊，并不是真正的悬浮，因为小磁体呢还是和大磁体表面接触，只是立起来而已。那它的原因呢，就是磁场的这个非均匀性和磁矩扭矩的这个共同的作用啊，和这个超导是无关的。那重力啊，在这个案例中呢，它是可以忽略的，因为它特别轻，所以半悬浮这个说法呢，实际上用这个论文是可以解释的。比如这个图吧，我们这个图可以看到，简化一下，它就是一个例句分析。F support 我们讲过，就是大磁体对小磁体的支撑力，方向向上，是吧？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F mag F 这个呢往下的这个力呢，就是大磁铁对小磁铁的吸引力，方向向下。那根据牛三定呢，现在呢是 F support 等于负的 F mag 啊，是吧？等于这个。那么这个扭矩啊，这个 tau mag 是大磁体磁场加在小磁体上的这个磁矩的扭矩，它方向图上呢是图上的话呢看的是这个方向的啊，这是小磁体立起来的原因。
那这个 tau F support 下边这个黑色的这个弧形的这个力矩呢，它是支撑力 F support 相对于小磁体质心的扭矩，方向呢是这个方向。所以根据扭矩平衡呢，这个 tau F support 它就等于一个负的 tau mag 是吧？所以这两个扭矩也平衡。在这个情况下呢，你看，这个力和扭矩的平衡就维持了这个小磁体的这个半悬浮状态，就类似于这样的啊，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零件的一个视频。这个就讲得很明白，是吧？这个例子几乎就是这个论文能够完全解释的一个现象，就是 LK99样品中含有大量的软铁磁和抗磁性的东西，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东西来，所以在磁铁磁零线不均匀的这种形式下呢，它就实现了一个力矩的平衡，就形成了目前的状况。这是我们使用中山大学陈彦聪博士的一篇科普类的这个磁体的这个对于半悬浮现象的这么一个解释的论文，解释了LK99它的复现样品中各种各样的悬浮和半悬浮现象。但是尽管说它这个论文对于这种铁磁性材料有了一个解释，但我也依然和这个罗老师的想法是一样的，就这里边肯定是有超导向的，问题就是怎么把它分离出来。这就是最近灵气复苏以来大家炼丹成果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介绍。我相信9月份一开学可能会有更多的炼丹结果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看起来我们昨天讲过北大那个论文是中规中矩，像教科书似的，就是这个实验大家看到了3步走就可以做出来，非常简单。很多学校没准相关专业的会做一个课程作业给学生留下来，你们给我弄弄，给我炼一炉丹让我看看，水一篇论文，对吧？这就是最近的关于 LK99的复现的一个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